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稀客，来自中兴的 Axon A30 Ultra 啊，这也是 A30 系列的超大杯，它的顶级旗舰了。上次我们频道里边出现中兴的手机还是去年屏下摄像头科普的那一期，这次我以为它会同期发布啊，但是可能那更是一个大招啊，它专门准备了一场发布会，到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首发体验。这次的 A30 Ultra 在影像方面确实非常 Ultra， 不管这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它这个品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是那种深灰色的 AG 磨砂玻璃，然后两侧呢也是曲面的。这次呢，它采用的是一个双曲面的一个设计啊。由于这次的影像方面做的是非常的 Ultra， 所以说难免的这个模组呢也不会小啊，是一个麻将块的这么一个设计。这4颗摄像头全是主摄，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展开啊。它这个镜头凸起的部分呢，在这个右侧还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标签，这个叫New Vision Photograph， 这就是最新最极客的一套影像系统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3×64麦，下边把这个焦段也给标注的非常清楚，1.6到3.4，然后等效13到123毫米啊，焦段覆盖也是非常的广。然后侧边的话呢是一个金属中框，然后上下呢做的是这种全削平了的处理，所以说这个手机，最近感觉可能身体被掏空了，手有点抖。底部是扬声器开孔，然后下巴呢也压得非常的窄了，所以说视觉上还是非常和谐的，正面观感还是非常精致的，因为毕竟已经到了这个 Ultra 嘛。但是这台机器呢，这个握持手感上啊，它这个金属边框，尤其是两侧的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是凸起有一点多，尤其是从背部滑到中框的时候，这个凸起的感觉呢是稍微有些明显。即便它是 Ultra 啊，这次这个机器呢做的不是特别的大，它是6.67寸的144赫兹的 1080P 的一块屏幕，出厂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轻薄，它只有8毫米。作为一个 Ultra 来说，它应该是所有 Ultra 里边最轻的一台，它只有188克，这比很多 Pro 的这个机型都轻。这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所有的大旗舰里面啊，这个重量和厚度控制的最好的一台手机。而且它电池方面并没有做严格，也达到了4600毫安时的电池，非常考验它内部的这个结构设计能力和堆叠能力。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模组，这是很难得的。虽然说之前中兴发布的机器比较少，但毕竟还是一个老牌大哥，是吧？整个的这个镜头模组上面的这块玻璃啊，它是做了一个叫彩虹全息纹理啊，就是你看着它是灰色的，一旦有反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点那种彩虹色的感觉，而且这个彩虹色一点都不杀马特，非常的内敛，也非常的浅。它这套镜头模组也并没有做2次的这个凸起，这个麻将块上它已经是全部给你做平了。而且这次影像模组的这个镜头选择也非常有意思。主摄方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索尼 IMX686， 另外2颗6400万的镜头则是采用了三星的 CMOS。然后这颗潜望镜头呢是来自 OA 的一颗5倍的无损潜望镜头，就是把整个机圈大家能够找到的主流的这个 sensor 的品牌全部都给你配齐了，堆料非常足。我们看一下实际表现。在光线充足的白天和室内场景下 ，Axon 30 Ultra 的主摄和广角都能获得非常不错的样张，毕竟硬件配置已经到达了这么顶级的水准了。尤其是广角，虽然说没有配备什么自由曲面镜头，但是防畸变的效果却非常出色。比如这一组9架，在更广的情况下，防畸变甚至要稍好于 Find X3啊，这个表现让人非常意外啊。只不过在边缘画质上，就有些打不过自由曲面的 X3了。色彩表现上，它的风格也要偏向于真实像，比如植物、根雕和狗子。相比之下 ，X3 和11 Pro 的狗子就显得有些过艳的感觉，不如魅族和中兴来的真实。当然，色彩表现更多的还是个人喜好啊，但是白平衡的问题就不算是个人喜好了。Axon 30 Ultra 偶尔会出现偏黄的问题，比如这一组右侧深绿色的美妆蛋 A30 Ultra 就显得黄绿色了。除了主摄和广角，它还搭载了一枚同样6400万的人文镜头，等效35毫米是拍人像最舒服的焦段，最接近人眼的效果基本是所见即所得。之所以叫人文镜头啊，会是因为更多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都使用了35毫米的焦段进行拍摄，比如川岛小鸟的作品里大多都使用了35毫米的焦段拍摄。这台机器支持后期重新对焦、修改背景虚化的效果，只是目前在抠像的表现上稍显不足，对付头发这种非常复杂的场景还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夜景上3颗4600万的主摄都支持夜景模式，在超级夜景模式下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的，木盒的纹理更加清晰，有 HDR 的质感，广角的区别要更加明显啊。比如左下角的灯牌，普通模式下基本就看不清了，夜景模式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只是在夜景模式下，对于手持的稳定要求啊是比较高的，比较容易拍糊啊，并且夜景模式下容易出现一些软件上卡顿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反馈中心啊表示是出版软件的问题啊，之后会修复更新。三摄同拍啊，是这次让人非常眼前一亮的功能，无需切换镜头啊，就是你点一下啊，就可以获得主长广3张照片。在后期查看的时候，它只是1张照片进行了焦段融合，你可以随机切换焦段，重复当时的样子。这个可不是1张照片数码变焦，每一个焦段都是当时相对应的专业镜头来进行拍摄的。甚至可以说，你拿不准怎么拍的情况下，所有照片都可以用三摄同拍这个功能，任何想要的焦段效果都可以在后期自由的选择。确实非常方便。之前我们调研啊，喜欢广角的用户往往比长焦多，而且现在很多厂商都阉割了一些非常厉害的广角镜头。对于普通大众用户来说，大家都觉得这个记录的多比记录的好要更实用，因为普通人他普遍拍的没有那么好。这个三摄同拍就是记录的全的不能再全了，并且它在视频上也支持三摄同拍，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哪3枚镜头参与拍摄，用独特的视角记录你的生活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保存成独立的文件，方便你后期进行制作。这个功能也大大方便了专业的影像工作者。只是目前的三摄啊，最多只支持3分钟啊，双摄5分钟。如果想进行长时间的 vlog 拍摄，你得需要多断几次。在自带的 vlog 模式下呢，根据提示拍摄几段就会自动运镜，并加入 BGM 生成一个 vlog 短片，极大的方便了大多数并不怎么会后期的普通用户。相对于 A20 Axon 30 Ultra 自带的模板更多啊，选择也更多，自动拉焦可以把焦距从前景缓慢对焦到背景，实现手动拉焦的效果，希区柯克的视觉观感也不错，只是效果上就目前来说还稍微差一丢丢。目前我个人感觉不如小米的滑动变焦来的稳定流畅。总体来说 A30 Ultra 的拍摄方面啊，毕竟这么顶级的配置嘛，表现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作为一个沉寂了一小段时间的品牌，尤其是在广角方面的表现让我们觉得非常出色。35毫米人文镜头的加入，在主长广三摄之余，为手机拍摄也带来了更多新的玩法，更多新的可能性。只是目前的软件调教方面啊，确实还要逊色一些。照片和视频的三摄同开这个功能获得了工作室内部的一致好评，甚至我们都希望其他厂商可以尝试跟进，确实够傻瓜，够好用。现在我们这台机器呢是144赫兹的，它这次可调范围也是非常足的，是从60到90、100和144都可以调。有些人感知不强是吧？想要更好的这个续航，你可以把它调成90就非常够用了。这块屏幕也是支持3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核心配置方面呢，还是旗舰3件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以后就不叫了那么全了，大家知道就可以就是853、888 LPDDR5 UFS 3.1。这次中兴说呢，它也加入了一个内存融合技术，就是把3个G 的储存，然后当成运存来用。我们这是一个8G 的一个版本就相当于你有12G 的。我们来看一下实际表现。实测数据上 Geekbench 5 CPU 单核得分1122，多核得分3625， 3.8 口 OpenGL ES 3.1 得分8235，并不算高算是正常水平。实测体验方面呢，小白测评数据库20感应2轮打开测试，8G 的版本没错，我们首先体验的这个内存版本并不是特别高 ，A30 Ultra 平均用时155秒，这个版本有软件杀后台的情况，确实慢了一些。我们的测试版本已经标注出来了，估计你买到手的时候应该是更新的、更稳定的版本了。续航方面，144赫兹的模式下，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中兴剩余51%的电量；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6%的电量。从整个榜单来看，表现中等。发热方面，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和平镜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 ，A30 Ultra 的机身最高温度44.5摄氏度，背部41.7摄氏度这个表现还不错。最后是极限原神最高画质 ，A30 Ultra 平均帧率58.8帧，仅次于前面的2款游戏手机这个位列排名第3。这么轻薄的手机有这个表现，这让我们非常意外。虽然 CPU 出现了大幅降频，但对帧率的影响却很小，全程基本满帧。这个对于游戏前台帧率表现的调教确实有2把刷子。最重点的是，它的功耗也并不算高整机只有 6.63 瓦，基本上持平了小米11 Pro 要好于游戏手机。发热方面，半小时温升曲线10分钟到达了最高的53.5摄氏度，由于调度激进，手机温升还是非常快的。后面 CPU 降频，发热最高一直在53度左右徘徊。总之，这次中兴 A30 Ultra 的表现，在日常的软件方面确实是有杀后台的情况但是游戏调度确实让人非常意外。结合它这个小身板，在极限原神画质上的表现，还是挺值得其他家学习一下的
对于这台机器来说，大家可能确实在之前一段时间关注到中兴的手机并不是那么多啊。它的系统方面，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啊。之前啊，它专门开了一个发布会，它叫MyOS。我这个日常体验上呢是没啥问题的，这个界面和 UI 啊，我们放一些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各种各样的动效。基础的功能呢，因为毕竟是吧，前面也那么多年的沉淀了，在基础功能方面还是非常全的。但是一些小的这个细节啊，一些这个日常的这个体验上呢，我们频道还有一个手机灵魂系列的一个视频，到时候我们会好好的、长时间的再用一用它，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展开。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最新的系统，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好，就比如说在镜头切换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速度就稍微有些慢，而且甚至会有一些闪的这个情况。而且偶尔呢也碰到了一些闪帧的情况，尤其是在120或144这种非常高的这个刷新率下，对于它系统的优化要求能力还是非常高的啊。这可能是发布的比较早的一些 bug， 其他家也会经常碰到，比如说之前的这个 ColorOS 啊，还有这个 MIUI 啊，我们都碰到过。Axion 这个名字呢，自从我进入机圈啊，就一直听到它，但实话讲。不光是你连我这个算是完全的一个从业者吧，在这个机圈里边泡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怎么用过这个中兴的或者说 Axion 系列的这个手机。相对于其他家，它在这个线上线下这个热度确实没有那么高，而且呢还之前有一段这个品牌的蛰伏期。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它拿出来的这台机器，我一开始以为可能会被我挑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小问题，因为毕竟之前一段时间是没有做嘛，相当于是这台机器是我们上手的一个早期的工程版，但是它的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由内而外。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兴强大的这个结构设计能力和堆叠能力。对于这么强配置非常 ultra 的一台机器，它能控制在188克8毫米这个重量，这方面的实力可不是说我有钱，我在上游采购了一大堆是吧非常强的硬件全部堆到一个手机上，我就能够做得出来的。这是需要非常强的技术沉淀才可以控制的这么好的。就经常我们说的这个三星是吧，它就可以把一大堆这种你看着非常强的一个硬件。体积都非常大，搁其他家都得是吧？那个200好几十克，但是给你压到一个相对能够接受的重量和体积的范围之内，这台机器也是具备的。当然，这个问题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比如说它的这个中框啊，我是感觉设计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凸起。然后还有就是在系统方面，MyOS 毕竟是一个它发布的全新的这个 OS，还是有一些小 bug 的这个存在，需要更新。到时候在手机灵魂我们会详细为大家展开。OK， 后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 A30 Ultra 的所有实测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的数据库，你都可以关注公众号，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博物馆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之前我听到有些评论说这个中兴感觉非常老派啊，像一个大爷，但是在堆叠设计能力方面，你大爷还是你大爷。